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哈沟中文频道，我是主持人 Sam 群胜。我们的节目会在每个星期一播出，记得准时收看哦。今天要来讨论一下最近很夯的话题哦，第一次约会谁买单？对，现代爱情的潜规则是 AA 制呢，还是男生包？又或是女生付钱？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你觉得这话题很敏感吗？不会啊，很有趣啊。OK， 来，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家人。OK， 大家好。好，来，所以你第一次约会都会付钱？我第一次约会都会付，但我也会观察女生的态度。对，会观察，对不对？就是你先付啊，我会先付，然后看他是会不会给，还是说怎么样，还是说怎么样，下次我请，而且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什么都没表示，那我会觉得好像这个女生要再观察一下的感觉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你自己会觉得说，就以客观的角度，你会觉得说，第一次约会就应该是男生或是女生付钱吗？我觉得男生付钱会比较好看一点啦，比较好看。社会文化就是这样子啊，男生付钱还是比较好看一点。如果一开始就要求 AA 什么的，很奇怪，会吗？我觉得我们讲文化没有标准嘛，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男生就希望女生 AA， 会有一点不符合社会期待啦，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家诟病，对不对？对，的确是。那你有没有约会过，然后女生抢着付钱的经验？女生抢着付钱的啊，没有，但我有遇到就是抢着要给我钱的，不是说抢着要给我钱，后来会给你钱的。对，就是一吃完，然后就说，我刚刚吃了多少，然后你吃了多少，我给你多少，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它是一个约会态度，对。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女生第一次约会，你观察到就是在你付钱的时候，她还是感觉很冷漠，所以你下次就不会约她出来吗？不一定，要看她是什么状况，对吧？如果她今天我知道她最近经济困难，然后或是我这个餐厅是我要选的，是我要吃的，然后这间餐厅偏贵，那她就先跟我说啊，这家太贵了，我们换一家。那我说我不要，我想吃这家。那他不付钱，反而好像变得比较合理，对不对？因为是我坚持要吃这家的啊。没错。对啊。我反而如果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我遇到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的人，我反而会抢着付钱，因为我会想说，可能下次就不见面了。哦，你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不付钱，就有下一次，我请你，对不对？确实啊，所以我会让他避免掉。不喜欢的，我也会，其实我也会，我跟你应该是一样的做法。我们都是巨蟹座。对啊，我觉得我会至少保持一个就是好结局，那后面就不要再联络了。我觉得我不喜欢的话是这样子。你约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坚持的原则？很坚持的原则啊，就是你约会你可能要怎么样啊？对啊。你有什么坚持的原则？我吗？喷香水。对啊，约会啊，喷香水，或是第一次约会不要聊太敏感的话题。可是，对啊，对啦，你呢？第一次约会我不想看电影，不想看电影，我觉得没有意义啊。哦，对，我也不喜欢，没有意义啊，你不觉得吗？对不对？对，而且我第一次约会都会让对方选餐厅，就是会可以观察他这个人有没有做功课是吗？对，有没有做功课，品味如何等等的。第一次约会，我觉得对，这是我小小的坚持。不要看电影之外，我觉得还有
就是他的打扮吧，打扮怎么样啊？打扮很重要啊。我觉得原则的话，你说坚持不要什么，或是坚持要什么这样子，对，倒是还好我就觉得不要看电影，就这样子。我没办法接受第一次约会穿拖鞋的人。如果约夜市嘞？有人第一次约会约夜市吗？有，南部很多啊。可是我的意思，可能你今天先在一个地方吃完饭之后，我觉得去逛夜市可能可以。可是如果直接约夜市会有点奇怪，而且又穿拖鞋。那如果对方就是比较 local 那种调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先说好吧。可以先说好。所以你觉得约夜市是一个很冒犯的行为？不会啊，我觉得蛮 local， 但是可能要先询问对方的意见吧。那你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妥当？没有，可以啦。我很喜欢夜市，我也很喜欢夜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他当朋友，而不是把他当潜在交往对象，那约夜市有什么关系？那也可以啊，对不对？可以啊。还是你很喜欢约夜市？我不喜欢约夜市，老实说，因为我其实心里会分，他是潜在交往对象，还是他是朋友，单纯的朋友。其实第一眼就我自己是第一眼我就会分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是朋友，我就会觉得那夜市就可以啊，没差。的确是会这样。去什么海边散步，随便都可以啊，穿拖鞋我也没差。可是如果他是潜在交往对象，那标准就不一样了。对，标准就不一样。所以你也是跟我一模一样。对，我可能跟你很像，就是会先分啦。所以第一次约会最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打扮，然后气氛。主要是这个人，只要是这个人讲话会不会让我觉得像个白痴？有些人就是一讲话，你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再跟他多说什么。因为你们价值观差太多，然后他讲话没有办法接下去。如果有人第一次跟我约会一直在讲拉布布好可爱，我就会好，其实我真的会觉得下次再联络。等一下，我们会在我们的视频上面放拉布布的图案哦。OK， 好，就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可是很多人喜欢啊。对，很多人喜欢啊，所以我觉得好啦，拉布布很多人觉得喜欢，但我不喜欢嘛。那如果他一直跟我讲拉布布好可爱哦，我上次买了多少钱什么，我就觉得好吧，我们好像是不同调调的人。这样子。约会的时候抢着付钱的对象会让你好感倍增吗？不会我觉得女生的话反而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压力我觉得会有一点压力，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表示什么，下次不要了。对，其实我是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是这个约会的潜规则是什么。如果他抢着付钱，是不是有别的意思？我觉得是这样的。OK， 对，就是这样。那你怎么看？就是现在很多贴文都在谈论 AA 制啊什么。其实对啊，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这个话题会突然蹦出来？觉得跟那个吧，社会的那种结构形态改变啦。以前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啊，那女主内女生赚不到钱，那男生女生在工作上也比较难得到升迁机会啊，然后男生比较容易啊，然后男生在工作上比较容易获得利益嘛。那男生这时候请女生是不是很合理？对吧？因为你们是要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啊，对不对？那你像男生请女生很合理啊。但现在社会结构改变啦，现在都双薪家庭啊，那女生都去工作也可以很好的表现啊，也可以很好的升迁。那这时候你谈 AA 蛮合理，变成 AA 啦，是不是变得比较合理？但越南的话我不太清楚。如果我觉得硬要 AA， 我觉得 AA 它是一个浮动标准啊。如果今天男生经济状况没有很好，那你在知道他经济状况没有很好的情况下，还愿意跟他在一起，那 AA 他其实就蛮合理的。那如果男生今天经济状况大于女生，那你们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都是由男生来决定。例如说你们要去我随便讲，要买 Toyota 还是买 BMW 是男生决定的话，那你不 AA 都是男生来付，好像蛮合理的吧？对不对？
对，的确是这样，没错。所以其实主要还是看个人啦。我觉得对啊，看关系，看经济状况，看经济状况。我觉得感觉对了，什么都对了，所以不用太 care about， 就是太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当下约会的气氛是很快乐的，我想不管是谁付钱，而且他们还是会再继续出来。其实我觉得 AA 制这个议题，它反映出是一个，其实第一个是那个男女对立的问题，两性对立的。第二个是，我觉得 AA 制的核心是态度问题，不是真的 AA。我说真的，如果女生真的要愿意拿钱出来，然后补就是吃饭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多数男生不一定会接受，不一定会接受。我觉得他们要看的是一个态度，对，你有没有把钱包拿出来这个动作？的确是。那如果我今天演一下啊，你就是要演，就是要演，对不对？你就是要演啊，那是一个，那就是一个态度啊。我就现在就要看到你演，对，是一个态度问题了。有演跟没演就是不一样。对我来说是这样的。OK， OK， 对，我想这今天就是我们的结论哦。我们结论就是要演，是不是？没有啦，对啊，要演一下。没有了，就是可能我觉得主要是双方的感受啦。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怎么样，太去对啊，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 ，AA 制什么的。你有没有在乎对方的感受？这样子，你是不是想要白嫖人家的钱，还是什么？那个有没有要下一步那个拿出钱包那个动作，代表很多事啊？你有没有想要继续跟这个人约会？还是对你有没有在乎这个人的感受？还是你只想来蹭一顿饭？这些都你有没有做出那个动作，代表了非常多的讯息嘛？OK， 好，谢谢家人的分享，果然是约会老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们，大家再见，拜拜。